What's up YouTube？ 欢迎来到 Cookie 讲页面。我现在在普吉岛，普吉岛有斗母宫，就拜九皇爷的。然后隔壁是观音庙，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庙。这里有很多庙，你也可以听到旁边有在放那些道教的音乐啊，他们在念经的音乐。普吉岛是我去过这么多城市唯一一个把佛教跟道教融合在一起。那边隔壁就是一个泰国的佛庙，对，从来没有看过哎，就是要么这里就是道教的盛行，要么这里就是佛教盛行，特别还在泰国，一个佛教如此盛行的地方，有很多道教，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道教主要就是福建闽南地区的一个信仰。我相信，可能中国北方的人，上海以北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九皇爷啊，什么是黑白无常啊、大二伯公啊，还有一些之类的神明，就是我们东南亚会在拜的。这些道教文化是怎么样传到东南亚、中南半岛，甚至普吉岛的？今天我们用这一期影片和大家分享、介绍清楚。那第一批在有记载大规模到东南亚的，你说中南半岛也可以啦，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郑和的时代，郑和7次下南洋，然后据说第6、第7次的时候有到非洲去，马达加斯加那一带去，主要都会停留在马六甲海峡。那郑和的船队有没有船哦？不是团，你要说团队也可以啦。郑和的船队有没有停在普吉岛呢？经过历史的考察，基本上是没有的，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的。那时候是明朝刚开始14XX年的时候，郑和主要的补给站应该是在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港口。那时候马六甲不像现在这么小所以没有资料显示郑和来过这里，没有来过普吉岛，但是有很多资料显示郑和是去过马六甲的。所以郑和有没有来过普吉岛？是没有的。那为什么在普吉岛有很多巴巴牛娘文化，就娘惹文化？娘惹文化是什么呢？基本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娘惹文化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水手，在第7次就明朝要开始海禁之后留下来的士兵，然后跟当地的马来人通婚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所以他们会讲闽南话，他们不会讲中文。为什么不会讲中文呢？就中国说的普通话，台湾说的国语。为什么不会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河北的一些地方才会讲所谓的普通话。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语言，所以闽南人就讲闽南话。你要想一下，那是公元1400年，距离现在是800、900年前所以不会讲中文很合理的，不会讲中文很合理。所以他们是一群会讲闽南话、会讲马来话，然后到英国殖民的时候会讲英语的民族。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当初的巴巴牛尼亚，就巴巴是男生，牛尼亚是女生嘛。巴巴呢，家族都不错。家境都不错，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语言比较多会到当地的政府官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这些娘惹文化在哪里会发现呢？主要嘛就是马六甲、新加坡跟槟城。为什么这3个地方会有呢？因为那时候英国把这3个地方当作重点城市来扶持。另外一个就是普吉岛，还有一个就是印尼的棉兰岛印尼棉兰岛有机会我也想去看看。就我对于这个娘惹文化怎么传播，我真的是很有兴趣。那娘惹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做粿，他们会做很多吃的。那他们的食物呢，都是融合了闽南食物、潮汕食物，还有当地的马来民族食物。当初不跟你们开玩笑普吉岛也算是马来半岛的领地，只是后来英国人为了防止法国人过来怎么防止法国人？因为法国那时候有越南、有辽国、有柬埔寨，他们要往这里迈进，然后那英国人就讲 ：“OK， 我把北边这些土地给你，什么北大年然后普吉岛这些地方全部割让给泰国王室，然后泰国人你帮我守住那条线守住湄南河还是哪一条河的界限，我给你武器，我帮你训练，抵挡住法国人进来。”这个也就很简单，可以证明了以前这里为什么会有娘惹文化，为什么以前这里会有跟马来半岛相似的文化，因为以前这里是属于，我们不能讲说是马来
马来亚的，因为以前没有马来亚这个国家，就是这里是属于马来文化、马来半岛文化的一部分。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量的华人下南洋呢？我们以前的影片有提过，1850年的时候，在旧金山发现了金矿，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去淘金，大概经过30年左右，后来发现金子被掏光了，然后很多人去了没有回。这批中国人大部分是福建闽南、潮州还有广东人为主啊。那时候还没有海南人，啊，黄明志的祖先还没有来啊。那这批人大概从1900年前后大概你可以说是1880年到1920年。这40年期间，因为我已经很穷了嘛，我在中国已经没有饭吃了。那时候有什么？有太平天国啦，那个时候还有什么鸦片战争啊？1840年的鸦片战争，搞得大家民不聊生。还有广州13行收刮了大量的财富，然后反正一大堆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闽南人、还有潮州人、潮汕人，还有广东人就来到南洋，这一批人呢，有些人到了清迈啊，他姓啊，泰国的前首相啊，现在的首相那个女生我一直忘了她名字啊，什么庞佩塔啊，她的家族就是潮汕人啊。然后马来西亚呢，大部分就是南北槟城跟柔佛、新加坡这里是福建闽南人，然后中间是广东人啊，然后普吉岛这里大部分就是福建闽南人为主。就这个大背景下，很多福建东南沿海的人就逃到了南洋。逃到南洋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有一种矿物叫做锡矿啊。锡矿大部分都是广东人在挖，在马来半岛的地方，所以像是什么怡保啊，像是吉隆坡，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广东人占据了，他们就不会让出去。什么是黑社会？黑社会简单来讲，以前是我的同党同乡的人集聚在一起，我找到了工作之后，我就不会让别的地方人来找。就像我以前去台湾念书嘛，就是餐厅的学长在那边开始做洗碗啊、厨师之后，那个地方就是啊，我们那个麻婆人会去，大概就是这个方式。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籍贯人会聚集在不同的城市。像我的地方70%都是永春福建人啊，因为那时候就聚集在那里。锡矿是整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占领马六甲最重要的原因。当然那时候还有什么胡椒那些香料的贸易，但是锡矿是最赚钱的。透过锡矿发达的其实很多人，像吉隆坡就有很多啦，叶亚来啊这些人，然后怡保也有很多啦。那像普吉岛就是许氏家族啦，他们也在这里挖了矿，然后之后就开始卖，然后就越来越有钱。华人一多就有会馆，然后在会馆里面学什么？学除了大家老人们这边喝茶、抽烟、聊天以外，就是小孩子上课上学的地方。以前没有学校哦，就在这些会馆里面四书五经啊，来什么三字经啊，来教学。学校是会馆的其中一个功能啊，应该这样讲。所以你可以在新马看到很多会馆，什么潮州会馆啊、福建会馆啊、泉州会馆啊、漳州会馆啊，一大堆五也没有会馆啊、海南会馆啊，新马真的很多这种会馆。其原因就是以前不同的地方人聚集在一起话家常啊，也有一种功能忘了讲这些会馆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帮忙写信、帮忙寄钱给老家。因为以前啊，不是每个人都会的。我们在以前有一个影片是胡志明上台第一个命令就是废除中文的这个影片有提到，以前识字率很低，识字率啊，大概一个村可能就只有2-3个人懂文字而已，读书人。所以你要怎么跟家里人联络？写信。那以前写信怎么办？去会馆找人家帮你写。除了帮忙写信以外呢，还有帮忙念信啊。那你念完信之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寄钱回去呢？会馆有人会帮你收一些手续费，这样子。会馆在以前的中南半岛新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华人传统文化。那有了会馆之后就要盖庙啦啊，我们这些福建人就很信这些神嘛，然后我们就开始拜庙，然后到慢慢中后期就开始请神过来啊之类的。这就是整个华人东南沿海、闽南、广东神明文化跟当地的结合。
这个会不会很拗口啊？当一切都是这么 peace 和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叫越战。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芭提雅拍过那个机场吗？那个机场就是最多 U2 轰炸机起飞的机场。那时候每天都要飞过去炸越南。芭提雅是怎么样兴起的？就是因为那时候美军很多在越南嘛，他们做2个礼拜就要给他们休1个礼拜。那个时候美军就抽了很多坤沙的鸦片，除了毒品以外呢，那时候的美军需要什么？需要女人，所以就有了芭提雅这个地方。但有了芭提雅这个地方还不够啊，后来在70年代就再开发了一个叫做普吉岛的地方啊，这就是普吉岛为什么慢慢兴起的原因。它跟芭提雅基本上都是1970年代因为美军而慢慢兴起的一个地方。1973年随着美军在越战的结束，然后撤出越战，1975年越战真正结束。可是芭提雅跟普吉岛这2个地方真的在美国太有名了，在欧洲太有名了，大家都来这里玩女人。OK 啊，所以在1976年，在美国人的资助下，开始兴建了普吉岛机场啊，就是我们之前来的那个机场。影片的最后，我们来提一下一个小小的内容，也是前几期影片有提到的。自从2022年乌俄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之后，因为俄罗斯护照被很多欧洲国家拒绝，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来到了普吉岛。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普吉岛啦，他们不选择像芭提雅，不选择像清迈啊，就是他们就选择。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地方人同一国人越来越多之后，大家口耳相传，就越来越多人在这里。你在普吉岛可以看到很多招牌啊，或者 menu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是有俄罗斯文的。在乌俄战争的时候，卢布贬值差不多贬很多啦，大概50%左右。所以原本赚卢布的人，他就算有办法去到欧洲，也花不起这个，就是整个就 double 了嘛啊，所以他们就转而来到消费比较便宜的普吉岛啊。那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普吉岛很便宜，你带动了普吉岛的物价就蹭。泰国有一个消费指数啊，普吉岛在过去2年都是整个泰国最高的，之后才到曼谷、芭提雅，然后才到清迈。他们算的方式可能就是这个橙子在这里买多少钱，生菜这里买多少钱，就他们有一个计算统计方式。今天整个影片大概就这样子啊。我觉得如果你有来普吉岛的话，你真的可以来普吉镇慢慢感受一下。哦，现在又有外国人来了，就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庄严。我们来大家看一圈吧。这个就是买香拜拜的地方啊，有没有跟新马都很像？就是买香啊，这个是香油啊，他们连折的那些东西都一模一样。这个是观音像，不可以用手指啊，之前我用手指背嘛。有没有很像我们新马的庙？不讲你都不觉得这个在泰国。忠义堂，哇，这个庙真的看起来很久哎。这是九皇爷。佛祖观音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哇，还有拔杯耶！这里就是贴金箔，应该是来祈求的。这个门应该就是不可以开吧？它也是锁着的，你看。关公哦。这是关公吗？惨了，我真的是不懂拜拜的人。这应该是观音佛祖，怎么会有观音佛祖呢？九皇大帝，这应该是九王爷啊，对。很神奇吧？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是觉得很神奇啊，不知道你们觉得什么？然后这个就是拜天公的地方，香炉啊。然后普天同庆，今天这影片还我蛮喜欢的啦，就
把整个普吉岛的这个文化，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些文化在这里。然后这次我做了很多资料之后，终于知道为什么。然后娘惹文化之类的，这里有木材哦，他们应该是要在扩建什么之类吧，我看不太懂啦。但这里写应该是在写要扩建之类的吧。啊，这里是流程，第一步要拜天公，然后九皇爷，然后这个应该是观音还是二郎不关公之类的啊。两个不一样啊，然后第五步呢是虎神，这是老虎啊，然后外面的观音，然后第八步是外面这个，第八步就这个啊，就这个。希望马来西亚也可以推广观光啊。然后，每次讲到马来西亚这些，我就很难过，因为马来西亚明明就是有一个这么多资源、这么特别的一个国家，可是却被政治这样子。好，那今天影片先这样子啊。老规矩，喜欢这个影片的有时候看到点赞、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Facebook 关注分享出去。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嘣。